强的，还有。 注意看，日本拳王实在太嚣张，竟然身披5条金腰带来滑踢馆，更是穿着日本空手道服，无时无刻不在彰显他的实力与荣誉。这模样不禁让人觉得他的金腰带是不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只见这家伙高举手臂进入比赛现场，可能是怕金腰带掉在地上被我们的中国选手给抢走。其实早在媒体发布会上，这家伙就已经放下狂言，他称无论今天的对手是谁，都会被他一拳打进棺材里。 然而，这家伙绝对想不到，被派出的中国选手竟是日本克星中华民族王洪祥霸气登场。此时的王洪祥已经有1年时间没打比赛，但就算如此，当他听说嚣张的小日本子又来踢馆了，王洪祥当即霸气出山，只为亲手教训这名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那么我们也是废话少说，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王洪祥的精彩表现，麻烦屏幕前的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在这里祝各位财神点名，福星保佑。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红色短裤便是我们的百姓英雄王洪祥，白色短裤则是日本武冠王King。万没想到，脱下衣服的日本选手竟是如此模样。 估计是想要利用现场的灯光来对我们的视线造成影响。这家伙也是根本没把王洪祥给放在眼里，但很快他就将为自己的嚣张姿态付出代价。优胜，不过在他站立技巧方面呢，我是对王洪祥有信心的。这位日本选手呢，也是这个顶不住了。这场比赛成了2-2。 不知道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现场话筒感受到现场观众的气氛？真的，大家的这个掌声和欢呼都在给王洪祥加油。其实刚才技术主任也说到了，回归的原因就是因为留恋。我相信这样的欢呼声也一定是每一个选手最留恋。相信我两边的王成教老师、蔡奇老师都很激动，而我是反而变得很低落了，因为毕竟。 时间在我们的身上留下了太多的影子。王洪祥还没开始发力，日本选手就已经承受不住，连续的组合进攻更是把日本选手给吓破了胆子。但没想到，这家伙依旧是嘻嘻哈哈的嘲讽王洪祥。这下王洪祥也是彻底不打算再给对手留一点面子，相信接下来这家伙一定会对王洪祥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甚至说是心理阴影都不为过。霍元甲不在小说里出现的黄飞鸿，那现在王洪祥又回来了，因为留恋回来了。 在这场比赛上，王洪祥带来的不光是比赛的愉悦，而且给我们带来一个作为舞者的直觉。为了准备这一次的比赛，他从90公斤变到80公斤，整个的过程都一直在关注王洪祥在这场比赛上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我们现在来拭目以待这个历史的时刻。就快到了。不过这个听李欣说的空手道这个选手。 是这种传统流派的空手道，这种流派的选手，可能在这个国际比赛进入到第2回合，王洪祥虽说已经是1年没有步入这个擂台，但曾经怎么说也是一个绝对的拳坛悍将，更是保持着日本人克星的响亮称号。今天无论如何都要以强势姿态 KO 这名嚣张的小日本，不然传出去只会让外国媒体更加瞧不起中国拳坛。 所以，王洪祥这场比赛才火力全开，完全没打算给对手留下一丝反抗的机会。我想此时此刻我不需要再说什么，大家听现场的观众欢呼就好了。对的。 还有站起来了。非常关键。经过这一次的击倒，这家伙也是不得不认真起来。尽管是拥有着超出常人的抗击打能力，但面对王洪祥近乎无解的进攻手段，他依旧是难以抵挡，脸上也再没有了第1回合里的嘻哈模样。毕竟，就算是认真起来，都难以对抗王洪祥，更别提不认真的时候了。 对于王洪祥来说，此时的日本选手更是宛如一个会移动的沙包，根本就没有感受到一点压力。还顶住了，上钩，漂亮，后摆，底膝，还有，哇，非常的顽强。转身的火灯。
现在已经被王洪祥压制住了。王洪祥的这是什么情况？怎么比赛打着打着，还把日本选手的胆子给打没了？虽说之前同样不敢与王洪祥进行正面对拼，但也不至于是现在这般模样，甚至连反抗的行为都不敢做了。恐怕这家伙是以为只要自己不还手，王洪祥就会下手轻点了。但他终究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啊，继续。你这个应该是不小心间。裁判的执法尺度还是很严的。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日本选手恐怕是受到了自己教练团队的开导，感觉自己又行了，又恢复了第一回合的状态，可能是想起了自己身披5条金腰带嚣张出场的样子。这家伙明显是不想再继续丢脸下去了。但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可不是这一点想法就能弥补的，就算是重新振作了起来，但在王洪祥面前依旧不够看。最后终结以后脚的砍踢，王洪祥回来了，王洪祥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有观众会觉得穿越了，好像时间又回到了5年，又回到了之前，还是那个感觉，对，还是我们曾经为他欢呼的那个站在中国，站在日本，站在澳大利亚，站在新西兰，站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继续打着胜利比赛的王洪祥，其实刚才也说到了，王洪祥自己也说，这样的比赛其实无论输赢，让他选择重新回到这里，其实我觉得已经是一种勇气。而且我觉得在比赛来说，不管是发挥也好，重要的是那颗热爱的心。砍踢，有篮跳，快下了，有了，还有，再砍，还有，多次的低扫。那裁判是不是要介入呢？对方已经基本上不还手了，看来已经疲于防守了。哎呀，这个脚，KO 了吧？哇，这个日本人真的还是非常顽强的，我必须要真的承认，还是非常顽强的。还有，这很少人可以顶得住这么久的。真的是。比赛结束了，那么最后也是让我们恭喜王洪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几乎整场碾压着对手，这个表现实在是太精彩了。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这是什么情况？日本选手竟当众在擂台上下跪认错，究竟是什么原因，竟让这名日本拳王做出如此动作？原来是早在2年之前，这家伙与死神方便的首战之中，死神方便仅用不到1回合的时间，便强势 KO 了这名嚣张来华的小日本。然而这名日本拳王却因此怀恨在心，时隔2年时间，这家伙再次来到中国找死神方便复仇。他就是日本排名第3的踢拳名将工藤勇树，其实力自然是毋庸置疑，刚到中国便打废了2名中国小将。自此他的嚣张态度便更加狂妄，更是直接向死神方便发起了挑战。面对这种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小日本子，方便自然是照单全收，只要登上擂台，保证再给这家伙带来一次难忘的中国之旅。那么我们也是废话少说，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死神方便的精彩表现，麻烦屏幕前的帅哥美女们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财神点名，福星保佑。比赛第1回合正式开始。红方选手红色短裤就是本场比赛我们的中方选手死神方便，蓝方选手蓝色短裤则是来自日本的踢拳王者工藤勇树。可以看到两人2番战的比赛节奏非常之快，工藤勇树此次来华的目的也是非常明显，那就是不惜一些手段强势 KO 死神方便来挽回自己丢掉的颜面。但方便的游击战术可谓是出神入化，尤其对上小日本，战力可以说是成倍增长。既然方便能够 KO 1次日本选手，那第2次也一定不在话下。今天一定要让这个小日本为自己的嚣张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1次发力不到，2次发力做动作。方便一上来已经掌握了整个比赛的主动。我刚才跟观众朋友说了，就在方便从工藤勇树比赛结束之后，将进行半决赛，将由左文飞迎战钟维强。来
是王铁手想用一个转身后摆腿，没有成功。工藤永树在死神方面成熟的游击战术面前，完全犹如一个会行走的 ISO 沙包，只要露出破绽，方便的进攻立马就会接踵而至。强悍的散打腿法，此时更是宛如一个战争利器，不断为死神方面拿到比分上的优势。但工藤永树也不愧是一名作战经验极其丰富的选手，很快就将自己的状态调整过来，并做出相应的对策，不仅消耗了方便的体力，更是将方便的节奏打断。但方便今天的目的非常清晰，只想重拳 KO 日本选手，能打死是绝对不会留活口的。我估计做不成了，又要死在方便的拳下和腿下。一定是打破方便的是在自己的力量、速度和把握时机对赛场的掌控上，工藤永树都略逊了一筹。现在工藤永树只有这个招架之功啊！你看这方，现在工藤永树应该规避方便的现在的锋芒。如果跟方便打对攻，肯定方便此时的比分优势已经十分明显。工藤永树为方便专门制定的战术打法，并没有让他止住颓势，而且面对方便的强势进攻，他甚至根本就没有还手的余地。除了搂抱，他能做的就是抱头鼠窜，躲避方便的猛烈进攻。方便可谓是将游走战术发挥到了一个极致的效果。不管对手留出怎样的破绽，方便总能第一时间把握住机会，从而给对手送上一个精彩的击倒读秒。后手持拳就是冲太猛，冲太猛，因为现场的所有的观众就想让那个方便挑对手。比赛进入第二回合，可以看到方便的进攻意识依旧是十分强悍，并没有给到对手一丝喘息的机会。其散打的腿法更是极其恐怖，仅仅是一记简单的侧踹，就差点将对手再次击倒读秒。看得出来，就算日本选手潜心进修了2年的时间，但依旧不是死神方便的对手。而这所谓的复仇之战，对于方便来说，不过是一场简单的热身赛罢了。他本场比赛的目的也是十分明显，那就是先暴揍再 KO， 绝不给小日本留一点面子。今天是方便第32场比赛，完全就是一个表演赛了。但是我们看到工藤永树也是真是能挨呀，这个靶子真是能挨。没错。前手的摆拳，方便前手的这个前手摆拳啊，真的是神出鬼没，突然就出现，爆发力和启动性都非常高。我们也看到工藤永树的防守能力确实不错，他也知道这场比赛将想复仇，也苦练了很长的时间，连续9场全胜，但是面对死神方面确实只有招架之功。这场比赛是80公斤的超级战，双方其实都会有 KO 对方的能力。经过了近2回合的对拼，死神方面已经是数不清多少记将对方选手击倒在地。按照正常的比赛规则来说，就算是裁判没直接取消日本选手的比赛资格，也会将其点数扣除一部分以示惩罚。完全可以说，只要这家伙没能将死神方面 KO， 那么比赛胜利终将属于中国选手。2人的点数差距也会随着比赛进行越差越多。这中呢是不允许主动摔法，并且不鼓励摔法。但是像这种接腿摔可以运用，就是我接到腿之后可以运用，但是必须是一次去发力，你不能2次发力。我接腿之后一次没有我摔倒，我再来一次，那是不允许的。是的。现在在方便的一位进攻和工藤永树的一位防守下，比赛变得越来越像表演赛。一记势大力沉的爆杆拳精准命中对手肋骨，只见这家伙当场跪在地上，久久不能起身。然而台下的中国观众对其没有丝毫的同情，纷纷对死神方便的精彩表现加油喝彩。此时，这名小日本已经是完全没有了和方便对抗的资本。如果这家伙敢继续和死神方便打下去，那么方便也丝毫不介意将其直接送进棺材里。意志也的确值得我们钦佩的。这是转身后蹬被方便识破了，完全识破了。方便多聪明，是吧？我又继续主攻，对不对？要知道，方便今天迎战的是日本的工藤永树。在2011年，方便曾经战胜过对手工藤永树，但是想一雪前耻。现在方便前摆拳，哇！
这是第2次场裁判毛星宇给龚鼎实进行抢夺，但是龚鼎实又站起来了，而且表示自己还可以继续打。日本人真的太耐打了，的确是这位选手的意志品质的确不错，在明显强于自己的对手方面面前，依然坚持要把这场比赛打下去。比赛第3回合刚刚开始，工藤永树便再一次被死神方便干趴在地。但没想到这家伙的韧性如此之强，就算是被连续暴揍了2个回合，却依旧没能将这家伙彻底干服。此时的工藤永树也是彻底爆发，似乎是想起来自己是一名日本拳王，应该是想要为自己挽回一些面子。比赛打得非常的被动，也很难看。但是到第3局的，你看他仍然能够咬牙坚持。这种稳扎稳打的选手，实际上才是最可怕的。作为80公斤的选手，随时都有可能去 KO 对方的能力。方面还是不能大意啊。今天方面打得大开大合，没错，动作幅度很大，因为毕竟这个工藤永树的这个进攻能力有限，就靠打防守反击。随着死神方便的惊天一脚，这名小日本也是再无站起身来的可能，裁判也是直接终止了对局。实际上，如果裁判没有终止比赛，方便也极有可能直接将小日本打死在擂台上。但总体来说，这个表现已经是足够的振奋人心。那么最后也是让我们恭喜死神方便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比赛结束了。万万没想到，加拿大拳王第一次来到中国比赛，就在媒体发布会上对散打队长江春鹏大打出手，甚至被裁判阻拦后，嘴里还不断喷着脏话，嘲讽中国人都是一群东亚病夫。说起这位加拿大拳王，可是大有来头。他就是来自加拿大80公斤级世界第1的西蒙马库斯，因为在泰拳界有着极强的统治力，所以也是被拳迷粉丝亲切地称为地狱魔王。来中国短短半年便拿下16战16次 KO 的恐怖战绩，更是曾在一场比赛中将中国选手顶膝干碎头骨，当场猝死擂台。现场医护人员根本对其束手无策，只能送上抢救车进行抢救，但很可惜最终没能救活。然而对手非但没有丝毫的同情，甚至还当众跳起了舞蹈庆祝。见此情形，我们中国赛事方无奈只能搬出不败王者死神方便紧急出关，来迎战这个没有人性的加拿大拳王。本场比赛是为你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加对决，中国死神方便对战加拿大地狱魔王西蒙马库斯。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死神方便的精彩表现，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比赛一开始，双方选手便拿出了自己绝对认真的态度。要知道，台上的2位都为这场比赛赌上了自己毕生的荣誉，一旦输掉比赛，不仅会断送自己的连胜生涯，甚至就连世界排名都会一落千丈。尤其是死神方便，更是要把控好双方的比赛节奏，千万不能给到马库斯安逸的进攻空间。王洪强王老师呢，会有一定很深的渊源，可以说是王洪强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这个乔西里。跟我们讲讲吧，来，王老师给我们讲讲。是第一次走进拉斯维加斯领风，让我们那个对手。由于方便极具侵略性的战术打法，给到了马库斯极大的进攻压力。马库斯也是当场恼羞成怒，对着方便的内围便发起了猛攻。好在方便的反应非常顶级，这才勉强扛住了对手的第一波凶猛进攻。虽然说方便在正面不是马库斯的对手，但是凭借着机智的头脑和灵活的战术，已经让方便拿到了点数上的优势。自此，两人的第一波对拼以方便完胜收尾。对拼中呢，在方便在落倒地的同时，这个马库斯追了一袭。这个在我们的擂台上是不被允许的，要是裁判人的所以说刚才方面躺在这个台下，一直都是在追问啊，对这个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双方都是不败的王者，其实双方的心理压力应该都非常的大，都非常大啊，刚上来都很紧啊，肌肉都有点紧。对对对。对马库斯而言，在中国讲对吧？这场比赛也对他来说也异常关键，是必战之战，必须要打的一场比赛。到这个层面上已经躲不开对方了。没错，已经都是不败。那么看得出来，马库斯这家伙非常喜欢用蛮力撕破对手的防线，只要逮住机会便主动上前，对方便进行近身缠抱，并施展泰拳的一系列追击手段。但这场比赛是严令禁止双方选手进行长时间的搂抱，所以裁判也是有理由对马库斯进行口头警告。
如果这家伙接下来继续延续自己的战术打法，那么裁判更是有理由扣除其一定的比赛点数。是的。虽然双方是同一个级别，但我明显能感觉到马库斯似乎块头更大一点。对，在降重方面可能马库斯更对强。对，这就是我想说的。马库斯从这个外形来看，他这个脂肪啊，或者是说这个体型上来看，他应该是从更高级别的降下来的。没错，就绝对力量上应该方面不占优。马库斯的频繁搂抱已经彻底将死神方便激怒，眼看这家伙还想上前近身缠抱，方便直接二话不说，一连串的组合拳进攻，直接将马库斯打得抱头鼠窜。自此，比赛也是正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死神方便的战术打法也是初见成效，不仅让他在点数上领先对手，更是在比赛途中将对手的状态消耗到了一个临界值。如果两人的局势继续按照这样进行下去，那么方便将马库斯终结的场面也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看来这个反拳非常重啊！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在第一回合，双方进行了一个电光火石的这种。被击倒一次的马库斯状态明显不对，可能就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竟会被死神方便打得如此狼狈。看得出来，他这一回合的进攻更加凶猛，能够明显的感觉得到，他非常想要打开局面。不过方便的拳头同样不是吃素的。如果说第一次击倒算是死神方便运气好，那第二次的击倒便足以证明方便强悍的实力。不是机会了，抓住机会！又一次击倒。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还要再打，还要再打，这一回合还有再最后一次的 KO 机会。马库斯已经没有反抗能力了，我觉得。比赛结束了，3次击倒，按照规则不需要再读秒了吧？不需要再读秒了。方便创造了奇迹。比赛结束了，死神方便用自己的重拳成功为对手的连胜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自此，马库斯统治了长达5年时间的中国拳坛也是第一次迎来了曙光。不仅现场观众情绪激动呐喊中国加油，就连现场主持人都当场激动到落泪。死神方便不仅捍卫住了自己的连胜生涯，更是向世界证明中国功夫不是花拳绣腿。那么最后也是让我们恭喜方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注意看，韩国选手在比赛中违规掰断了中国选手的手臂，而被掰断手臂的正是中华虎杨建平的师兄严希波。而台下的杨建平看到这一幕是直接气愤的上台和韩国选手理论，谁知他根本没把杨建平放在眼里，甚至还故意当众推搡杨建平。愤怒的杨建平当即就对韩国选手下了挑战书，势必要为严希波报仇。好的，现在已经来到了比赛当天，这场是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局啊，也是咱们杨建平的复仇之战。那现在比赛已经开始，场上红方选手红色短裤就是我们的中华虎杨建平，另一边蓝方选手就是韩国的金立硕。可以看到现在杨建平这个很气愤啊，打法非常凶猛，上来就是连续的进攻。现在逼在墙角，现在这个杨建平拿到很大的优势，直接是把金立硕摔倒在地。那现在杨建平取得了一个优势的上身位。看一下现在能否拿到更多的优势。那这个金立硕还是很聪明的。那看到杨建平在下来贴身之后马上把杨建平和自己抱得很紧，锁住了杨建平的这个右胳膊，让他不能攻击自己。现在双方打的是非常的焦灼呀。台下的观众也一直在为咱们的杨建平加油，这个欢呼声非常大。这个金立硕锁住杨建平的一条胳膊，使他这个无法采用其他动作，所以现在还没有好的机会。好，当心三角锁，对，当心三角锁，当心小心他的三角锁。对，已经有点成型了。他可以做一些下行，转一个角度就会三角脚就会成型了。那杨建平呢，尝试站起来。这时候相当的凶险。担心三角锁，对，三角脚小心要当心，不要让他扣住。哎呦，进来了，差一点。那这个在下位的金立硕只要做一些下行，把角度做一个变换，就有可能锁到这个杨建平的颈部。现在有一点锁到颈部了
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金立树啊，是整个人都挂在了杨建平的身上啊，像一个挂件一样。现在杨建平调整了一下身位，哦呦，那这个位置杨建平是直接把金立树举了起来，哦呦，连续的抱摔，又是一记重拳。这个金立树现在已经被打懵了啊，只能是躺在地上，在这儿脚凌空去乱蹬啊，现在已经是安详的，好像要睡着了。好，金立树做一个防御，好，及时站起来，动作非常的快。双方回到了这个原点，是这一场就漂亮多了。双方已经进行了一下力量较量，双方对地面对力技上也有发挥，在地板上呢也非常的激烈。这场的比赛。好 ，overhand right， 这个杨建平的企图心相当的强烈。因为赛前我跟他讲，不能像上次 UFC 这样太保守。对，这次是打了一下就对。哇，好的，又是一个漂亮的低扫，这个韩国选手再一次被击倒，但是反应很快啊，撑了一下地面，马上站了起来啊，生怕现在和杨建平再一次来到地面战啊，刚刚也是被这个重摔，连续重摔摔怕了呀。那现在第一回合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2分钟，看一下杨建平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力量可能需要稍微调整哦，这个很漂亮的拳法，一个下勾拳加后者的重拳，好太大，哎呦，好的，又是一个背摔。这个韩国选手啊，可以说这一回合被打得很惨啊，只要是和杨建平近身，马上就会被各种招式爆摔啊、暴打。是，我在开着受了训练的，应该相当的扎实。目前这个杨建平除了在东方荣誉之外，他也到这个泰国著名的一个 MMA 的一个拳馆开过这个场地。当然，天也在那边受训。但从这个牛是非常熟。赛前跑过来问我说：“金立秀在之前是什么打法？”我大概。好的，现在时间还剩下最后的1分钟。截止到目前为止啊，还是咱们杨建平更占优势。哦呦，好的，又是一个这个爆摔。现在这个金立树啊，已经被数不清被摔倒多少次了。现在又一次躺在了地上，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场地啊当成自己家的床了。现在在这个场地上来回转圈，倒是非常灵活。可以走旁边或者中路都可以，两种选择都可以。或者像那招牌动作翻身，杨建平就有做翻身的一个越位。杨建平曾经在空中有个空翻，直接越到了这个日本这个对手的侧边，都可以，都相当的漂亮。但是历史会重演吗？这也是比较难的事情。他不放弃啊，仍然尝试越位啊。帕斯卡啊，看他用哪个方式发射啊，进去了，又出来。还有最后的不到10秒钟，这个韩国选手啊一直赖在地上不起来，一直在地上撒泼耍赖。好的，现在第1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这一回合杨建平是拿到了很大的优势啊。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杨建平能否在第2回合扩大自己的优势。好的，那现在第2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看一下这一回合杨建平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上来之后，这个韩国棒子啊打得很猛，可以看到刚刚一下是打到了这个金立树的头，但是他根本没有什么反应。不得不说啊，这个金立树还是比较抗打的。这个前脚的一个侧踹相当的快。又侧踹。第3个侧踹，看起来这个杨建平跟力技解决金立树。可以看到这一回合这个金立树相较于第1回合打得更猛了也是改变了一下战术，和杨建平去硬碰硬。看一下杨建平会怎么应对一下这个金立树临时改变的战术。蛮重的。前脚的腿法是金立树的一个缩点，所以可以抓了一个迎敌。前脚的积极入位前进，所以杨建平可以再抓这一点。第1条他实际上对腿没有太多的防守，对，实际上有些人他没有
没有这个抬腿预踢，没有做一个接球。这对头的防守也太好。对，因为站立的话，杨建平是可以站着发挥一下。那可以看到杨建平在注意到这个金立硕改变战术之后啊，没有和他去太多的纠缠。现在和他去硬碰硬的话，可能会消耗太多的体力。我现在抓到了破绽，再一次来到了地面战。那这个金立硕啊，还是保持了第一回合的这个打法啊，用脚去勾住杨建平。同时呢，这个金立硕的把这个手啊缩得也很紧。要看一下杨建平现在该怎么应对，能否把这个手抽出来。那这个金立硕啊，再一次像一个挂件一样挂在杨建平的身上，也是不长记性啊。上一回合被这么挂了之后，杨建平是直接把他拎起来抱摔。那看一下这一回合能否这个情景再现一下啊？好，站起来了。杨建平又想这个金立硕抓起来摔，他应该用这个上打。第一脚跟的相当快，金立硕的抱拳。好的，又是一次抱摔。那这个金立硕啊，只顾上面的防御，根本不管下面啊。只要是这个往前冲，杨建平直接抱住他的这个腿，把整个人摔在地上。现在再一次来到地面战。不过现在这个身位比较靠后，这个身位对于杨建平来说并不太占优势。好的，现在是直接放弃了，现在起身。看一下战力对拼啊，这个金立硕啊，依旧是压得很紧。对，就不要做降服了，直接打啊，因为你 take down 是可以的，那 take down 完就直接打。这个做手法，那战术被抓到了。好，这个打的杨建平也跟他做一个手法的对抗。第二回合剩下1分半。双方体能的考验比较大。是。相当的精彩。那现在这个韩国选手再一次贴身搂抱，那确实发现啊，这个金立硕非常喜欢去打近身，而且是不管地面还是站立啊，都非常去喜欢和这个杨建平拉近距离。那现在时间还剩下不到1分钟，要看一下杨建平会怎么利用这一段时间。二队现在做太多次了，那个金立硕已经有了疲惫。主要还是摔倒以后的话。对，摔倒那时候就是直接打，就不要做重复。对。这个到角落的时候要注意角落这个。对，上分手势。这个金立硕在防止金立硕的击撞，然后去做击撞。击撞和拼脚，所以引发膝状态就可以向上面走。这一次因为这个杨建平的前腿发挥的不错，所以他保持这个距离。好的，现在第2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那这一回合杨建平要难打一些啊，因为这个金立硕这一回合像打了鸡血一样。那我们期待一下第3回合杨建平的精彩表现。好的，那现在我们来到了第3回合，那这一回合也是本场比赛的最终局，对于双方选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啊。可以看到啊，这一回合这个金立硕更像是打了鸡血一样，上来就是全力的进攻。那另一边咱们的杨建平也是不甘示弱啊，延续的去重拳。这一回合双方一定会拼尽全力。看到现在这个2个人打得很猛啊。好的，现在又是把这个金立硕摔倒在地面，连续砸了几下之后，这个金立硕反应还是很快的，马上撤了出来。现在双方再一次来到站立的拼拳。可以看到这个金立硕一直压得很紧，那杨建平也是不想和他再拼拳，一直去摔倒他，去抱摔他啊。现在再一次来到这个地面的缠斗。可以看到每一回合啊，这个金立硕都要在地上躺一会儿，在地上这个撒泼耍无赖啊。那现在这一躺，他更是不愿意起来了啊，整个人好像要睡着了一样。
可以看到，现在杨建平也是受不了了啊，一直在地上撒泼耍无赖，也是让杨建平非常头疼啊。现在主动让这个金立硕站起来，双方再一次拼拳，再一次抱摔。这是啊，这是杨建平的技术真的非常的，但是怎么能够压住他，然后开始打击，打他头部，侧过位，侧过位，要把位置侧过。杨建平怎么发挥智慧啊？一直把他推上这么多次了，打不过去。越扯越烂，做出动作来。那现在比赛时间还剩下3分钟，那杨建平目前的这个打法就是来消耗对手的体力，那在最后想要一击毙命。现在哦呦，好的，现在差一点是把这个金立硕给扔出场地外啊！可以打杨建平抓住机会，现在2分多钟，可是打得难分难解啊！那现在杨建平也是采用了一个以退为进的打法，去牵制住这个金立硕。找机会，是后操，主要是要分配到体力，就是那个金立硕下蹲防止产生这个接中，其实金立硕是要用做膝重才对，一下显得膝重。但说这个每次下赛场，所以他还得担心。分球，又被割倒了，对，杨建平技巧的把他带到这个擂台的中央。现在他一个快边头才能进行头部。金立硕真的有害怕了啊！那现在还有1分半的时间，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啊，杨建平其实已经非常累了，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的大，和这个金立硕一直在打地面战。那现在反观这个金立硕啊，现在还是比较头铁，还是一直想要去进攻。杨建平挨到了一拳。那现在看一下杨建平能否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找回自己的节奏。把手拿起来，防止他击中头部，手要拿起来，防止击中。目前还没找到降服的机会。金立硕的防守这太黏了，你看抓了这么多次，他很快又爬起来了。好，又脱身了，我说第几次脱身了？建明现在这个不足以降服他的，对不对？对，他的心缠脱壳的功力太高了。你怎么摔我怎么爬起来。哎呀，别打到后面，不要靠边，怎么会打到角落里？哎呀，最后20秒，最后20秒。现在时间还剩下20秒，杨建平再一次扑倒。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啊，其实杨建平真的已经体力马上就要耗尽了。但是不过这个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还剩下最后的10秒钟。可以看到这个金立硕啊，连续的去砸击。要小心，站起来，动作，他的动作，要有防守动作，因为裁判不知道你能不能被打昏。好的，现在第3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那非常可惜啊，没有产生 KO， 但是咱们杨建平依旧打得很猛，让我们期待一下最终裁判的判决结果。好的，现在让我们恭喜杨建平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注意看，美国拳王竟然在中国擂台跪地磕头，但他并不是在磕头认输，因为就在刚刚，他被中国3大巨人对头连轰数10拳，直接打到鼻青脸肿，当场毁容。那尽管他已经被打到不成人样，但是赛后采访时依旧嘴硬，称自己的失误全都是因为中国的擂台质量太差，再加上自己身体不舒服，不然他能直接打死中国选手。那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对局。现在出场的选手就是号称美国功夫熊猫的史蒂文·班克。那这个人来头可是不小啊，是美国自由搏击重磅级的冠军。此次来到中国2战2胜，更是嚣张的表示，中国选手简直是太不经打了，自己还没发力就轻轻松松赢了2场比赛。那现在出场的选手就是我们的修鹏程。那这次比赛他也是越级而战，难度可以说是相当大呀。
好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那这一场是非常精彩的中美对局。那我们的红方选手红色短裤就是我们的修鹏程，另一边这个蓝方选手绿色大裤衩就是这个美国的史蒂文·班克，他也被称之为这个美国的功夫熊猫啊，因为这个人长得很胖。那这场比赛咱们的修鹏程也是越级而战，可以看到两个人的体型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是开场之后，咱们修鹏程打得还是很猛，连续的去压制这个史蒂文·班克。连续的重拳，刚刚也是给功夫熊猫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连续的后手拳来自于修鹏程，功夫熊猫现在显得非常的被动。但是这个功夫熊猫可以看到，现在虽然是两个人这个体型差距还不小，而且是很大呀，但是咱们修鹏程依旧很勇，不仅是这个连续进攻，而且不怕和这个史蒂文·班克去换拳，双方去互相的砸击。那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啊，咱们修鹏程的这个抗击打能力是极强的。我可以看到，现在修鹏程连续的去主动进攻，那现在这个史蒂文·班克啊，只能是被动的向后退啊。这个人虽然说长得很壮，但是这个人打法还是很怂啊，完全不是咱们修鹏程的对手。要用自己的节奏打。对，除了你拳法之外，还要用你的腿法。对，你就用你的高鞭腿上头动作，是吧？因为对方毕竟那么重，他移动慢，你把速度感打起来，拳打完之后还要用腿法，还要用腿法。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呢，功夫熊猫是力克中国的拳击冠军阿斯哈提，说明他对防守这种拳法还是有自己非常独到的一套体系。但是这场比赛看来，修鹏程的重拳啊，也向功夫熊猫有些吃消了。所以中国散打硬有中国散打硬的那个特点，你像那个修鹏程，他练散打，他就忽悠的这一脚，修鹏程是踢歪了啊，踢到这个史蒂文·班克的裆了。这个史蒂文·班克只是轻轻的皱了一下眉啊，表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双方现在比赛继续。我可以看到，现在修鹏程的这个进攻还是很猛烈啊。现在史蒂文·班克去采取了这个近身搂抱的方式。好的，现在修鹏程直接是抱住这个史蒂文·班克的腿，把他摔倒了。不得不说，修鹏程的力量还是很大呀，能和自己体重差这么多的人直接把他举起并且摔倒。那现在这个史蒂文·班克也是对于咱们修鹏程很忌惮啊，不敢去主动的进攻，因为咱们修鹏程不仅是攻击力很强，力气很大，而且这个防御也是非常强。所以这个重量级这个拳手的比赛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就是有时候一拳打中就改变局面了。好的，现在第一回合比赛已经结束啊，这一回合修鹏程拿到了很大的优势啊，这个进攻是越打越猛啊，史蒂文·班克到后期完全是有点撑不住了。那让我们期待一下第二回合咱们修鹏程的精彩表现啊，看一下这个史蒂文·班克还能撑多久。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回合啊，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看一下双方在稍作休息过后，这一回合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现在这一下是这个地有点滑啊，修鹏程这个挥拳挥空了，但是没有关系啊，看一下现在修鹏程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啊，现在主动的去近身。那另一边的这个史蒂文·班克也是发现躲是没有用的，因为他越躲啊，修鹏程打得越猛，所以说现在也是主动的去迎战啊。现在看一下双方去互相的拼拳，连续的几拳啊，现在史蒂文·班克是直接被打到步步后退啊。我们看到现在直接跪倒在地上，他已经开始跪地磕头了。那这一拳打的现在这个史蒂文·班克好像是不太行了，裁判已经开始读秒，看一下还能不能坚持得住。好的，现在史蒂文·班克还是很坚强啊，表示自己还能打。上来之后，修鹏程连续的进攻啊，乘胜追击啊。好的，现在史蒂文·班克是完全没有还击。现在裁判也是怕这个史蒂文·班克啊被打到暴毙当场，现在是直接结束了比赛。这一场咱们修鹏程打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啊，在第二回合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仅仅用了1个多回合的时间，就把这个史蒂文·班克越级而战，打到现在这个样子。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的慢动作回放。这场比赛修鹏程的胜利
让我的脑海中马上浮现了一系列修鹏程和昆仑决的重量级的一系列明星的对决。东欧巨炮安德雷，还有坏小子罗曼等等一系列对决，相信修鹏程面对于内线的高手也会有出色的发挥。可以说修鹏程一战成名。我们有机会在大直播看到中国选手的。是啊，你想，功夫熊猫获得 WB 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呐。是的。好的，那这一场比赛已经结束，这一场修鹏程打的是非常的漂亮啊。好的，让我们恭喜修鹏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